1962年9月，休斯顿莱斯大学的体育场内人声鼎沸。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站在演讲台上，发表了他那段足以载入史册的演说。他说：“我们选择在这10年内登陆月球，并完成其他的事，不是因为他们轻而易举，而正是因为他们困难重重。”在当时，这一番话听起来近乎痴人说梦。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人类第一次进入太空仅仅1年，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见过彩色电视。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其运算能力还不如今天你口袋里的一部智能手机。建造一枚能挣脱地球引力、精确飞行38万公里，并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安全着陆再返回的火箭，所需要的技术、材料和知识90%都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登陆月球在1962年不是一个工程学问题，而是一个接近于神话的幻想。面对这个横亘在人类面前如神明般巨大、不可逾越的难题，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是怎么做的？他们没有去尝试设计一个叫做登月飞船的东西，因为没人知道那应该是什么样子。相反，他们做了一件看似笨拙却无比强大的事，他们把登陆月球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拆解成了无数个可能的子问题。整个阿波罗计划被分解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任务数，大到火箭要分几级推进，小到宇航员的头盔面罩该用什么材质。每一个看似无解的宏大挑战都被不断地向下分解，直到变成一个个可以被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间内用具体的方法去解决的清晰、明确、可执行的任务。如何让宇航员在失重环境下吃饭，这是一个问题。如何设计一套能在零下150度到零上120度之间保护人体的宇航服，这是另一个问题。如何计算出从地球到月球分秒不差的飞行轨道，这又是一个问题。如何建造一个能引导飞船降落在月球指定区域的导航系统，这还是一个问题。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问题被分发给了超过40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每一个团队都只专注于攻克自己面前的那一个小山头。他们不需要去仰望月球那座遥远的主峰，他们只需要确保自己负责的那一颗螺丝钉能做到绝对的完美。当所有这些小问题都被逐一解决后，奇迹发生了。那些被攻克的难题像一块块拼图，最终自动组合成了一艘名为土星5号的伟大火箭，将人类的足迹第一次印在了另一颗星球的土地上。这个将人类文明推向新高度的宏伟史诗，其内核竟源于一种如此简单、质朴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什么专属于天才的超能力，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却常常忽略的顶级智慧，先拆解，再分而治之。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充满了各种看似不可能的登月计划？我想在1年内把公司业绩翻3倍，我想在30岁之前实现财务自由，我想彻底改变我的性格，成为一个更自信、更受欢迎的人。这些目标就像远在天边的月亮，宏大、美好，却也遥远、模糊。我们常常在许下豪言壮语的瞬间感到热血沸腾，但很快就会被目标的巨大体量所压垮。我们看着那座遥远的山峰，感受到的不是动力，而是令人窒息的绝望。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类大脑面对一个过于庞大、复杂且路径不明的目标时，会本能地启动威胁应对机制。这个巨大的目标在潜意识里被识别为一只无法战胜的猛兽，于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会选择2条路：战斗或逃跑。但由于猛兽过于强大，战斗的选项几乎不存在，于是我们的大多数反应都是逃跑，表现为拖延、放弃和自我安慰。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做这件事。
我们之所以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常常源于3个思维误区。第一，我们习惯于用一整个的视角看待问题，我们总想一口吃掉一个大象。比如减肥20斤，我们只盯着那个最终的数字，却忽略了它背后是一个由饮食、运动、睡眠、新陈代谢等无数变量构成的复杂系统。我们错误地把一个本可以被拆分的问题集合体当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铁板一块。第二，我们被对完美的执念所绑架，我们总想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万无一失的完美路径，然后才开始行动。我们害怕犯错，害怕走弯路，于是在反复的计划、权衡和犹豫中消耗了所有的能量和时间。就像一个想学游泳的人，在岸上把所有的游泳姿势理论都背得滚瓜烂熟，却始终不敢下水。第三，我们缺乏将抽象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翻译能力。提升自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它不是一个行动指令。你的大脑不知道该做什么，是该去读书，还是去健身，还是去学一门新语言？模糊的目标只会带来混乱的行动，最终导致一事无成。王阳明曾说：山高万仞，只登一步。这句话充满了东方的哲思，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 NASA 用现代工程学完美地印证了这个道理。他们告诉我们，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只有不懂得拆解的思维。那么，我们普通人该如何掌握这种拆解思维，去攻克自己人生中的月球呢？答案是：停止把自己当成一个解决者，而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建筑师。一个建筑师在接到建造一座摩天大楼的任务时，他不会立刻去搬砖，他会先坐下来画出整栋大楼的蓝图。他会把大楼分解成地基、主体结构、电力系统、供水系统、消防系统等等，然后再把每一个系统分解成更小的模块和零件。解决人生难题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过程可以分为3个核心步骤。第一步，定义你的大楼，明确问题的边界。在动手之前，先退后一步，像一个侦探一样勘察你的案发现场。你要用最清晰、最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去定义你到底要解决什么。你可以问自己3个问题：一，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例如，减肥的本质不是体重下降，而是热量摄入小于热量消耗。2，解决它之后，最理想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把它具体的描绘出来，越详细越好。3，解决这个问题，我目前拥有哪些资源和限制条件？诚实地评估你的时间、金钱、能力和外部支持。这个过程就像给你的摩天大楼确定了高度、面积和预算，它能让你从一团混乱的情绪中抽离出来，把一个模糊的烦恼变成一个清晰的项目。第2步，画出施工蓝图，将问题要素层层分解。这是拆解思维最核心的一步。你要像剥洋葱一样，把你的大问题一层一层地分解下去，直到分解成一个个你可以立刻上手去做的行动单元。我们还以半年减肥20斤为例。一级拆解，减肥等于控制热量摄入加增加热量消耗。2级拆解，控制热量摄入等于优化饮食结构加调整饮食习惯。增加热量消耗等于增加日常活动量加安排专项运动。3级拆解，行动单元，优化饮食结构，把晚餐后的零食换成一个苹果。调整饮食习惯，每周只喝1次奶茶。增加日常活动量，每天上下班提前1站下车走路。安排专项运动，每周去健身房完成2次力量训练。你看，当拆解到这一步时，半年减肥20斤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兽，就变成了一系列你可以从明天，甚至从今天晚餐就开始执行的毫无压力的小动作。第3步，安排施工顺序，用优先级撬动全局。
蓝图画好后，你不能所有工程同时开工，你需要一个聪明的施工队长来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里有2条黄金法则：一，先做那些高影响、低难度的事。这就是管理学上常说的轻松的胜利 （easy wins）。在所有拆解出来的任务里，找到那些最容易做到，但效果又最明显的事情，优先处理。比如，对于很多减肥的人来说，戒掉含糖饮料就是这样一个任务。它做起来相对简单，但能立刻砍掉大量的热量摄入。完成这些任务，能让你迅速获得正反馈和成就感，为你后续攻克更难的挑战注入宝贵的信心。2，分清串联和并联任务。串联任务是有先后顺序的，像多米诺骨牌，必须先推导第1章。比如，你必须先学会500个基础单词，任务 A， 才能开始阅读简单的外文文章，任务 B。并联任务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比如，你可以在学习单词的同时，也进行听力练习。理清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能让你像一个优秀的指挥家。合理的安排时间和精力，让所有行动高效协同，而不是互相干扰。掌握了拆解思维，你就拥有了一把破解人生所有复杂难题的万能钥匙。它能把你的焦虑转化为行动，把你的幻想转化为蓝图。它让你明白，通往任何伟大目标的道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飞跃，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朴素的攀登。就像建造一座宏伟的教堂，需要的是一砖一瓦的垒砌；解决一个棘手的人生困境，也需要的是对一个个小目标的耐心攻克。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解题高手，只有后天习得的拆解思维。下次，当你在面对一个让你感到棘手甚至绝望的挑战时，请不要被它的庞大所吓退，试着深呼吸，坐下来，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像当年 NASA 的工程师们一样，开始画出你自己的任务树，把那个大问题变成一个个你可以掌控的小任务，然后忘掉远方的月亮，专注于你脚下的第一步。你会发现，再难走的路，只要开始走了，就总有抵达终点的那一天。而那个曾经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也终将在你一步步的行动中变得触手可及。